这是北证，它当时上市的时候，组团的朋友也当时有问过我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去投，然后我说它的话我们因为没有数据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参考创业板，但创业板的位置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不要参与。我记得你们说那是 IPO 嘛，说 IPO 会暴涨什么的，然后呢它是涨了，后来就暴跌暴跌暴跌啊，这是1200点跌到了700点，看看不到50%，将近50%。那我们想跟你们讲，就是说我们从北证暴跌这么长时间呢，教给我们3件事情哈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你 IPO 的东西就一定会涨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是它还是会跟着大盘走的。如果你去仔细看北证，其实它跟上证综指的走势是很相像的，就是刨去这一块，就是刨去那一些小细节，从大方向上看，其实它跟大盘走势很相像，就是它还是会受大盘的影响。第3点就是新兴的东西，新兴的东西要格外注意什么？它的波动是非常大。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看新兴指数，这个是韩国的，这是它刚开始有这个指数的时候，你们看了吗？上去下来，整个跌没掉，就是全部涨幅全部被抹掉。这是当时的韩国。我们再看啊，这是恒生科技，你们看恒生科技从一开始也是全部抹掉，到后面它的跌幅，你看它即使到现在，它的波动还是非常非常大。所以对新兴的指数，大家要格外的留意，它新兴的东西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，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看好这个顶部策略，因为它一旦下跌，那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所以像北证这种新东西，如果你交易是没有问题的，挣钱当然都很好，可是你要格外的留意它的波动。这是月线对吧？你看它上一根月线，这是个长影线，长上影线，这种技术形态就要很小心，它应该不会马上下来，应该还是会有行情。我自己觉得，我个人觉得没有100%哈，我觉得，但是就是说上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，它好不好做，它的空间有多大，它的波动也很大，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格外留意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不会去参与这样高的品种。假如说你们手里已经有的，怎么做呢？看这是日线，其实它已经走出了一个顶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嘛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头肩，是吧？那我们就把这里画一条线嘛，如果要是破了它，就坚决出场。为什么要坚决出场？因为新兴品种波动很可怕，冲高回落还放天量，这就不太好，对吧？一般机构什么时候进去啊？早就进去了，机构早就进去了，只有散户才是这个时候进去。所以新兴指数北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3点啊，记住这3点，就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会告诉我们东西。